1975年，香港弥敦道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凶杀案，一个花季少女遭人奸杀于星星大厦。由于当时刑侦手段比较落后，警方调查四处碰壁，直到发现一个奇特的指纹，这才令案件有了重大转折。究竟是怎样奇特的指纹呢？今天就来讲一讲。事情要从1975年9月9日10点11分说起。香港旺角警署接到一通报案电话，一个中年女子称在弥敦道星星大厦7楼楼梯间发现女尸。获报后，警方立刻赶到现场，果然在星星大厦7楼到8楼的楼梯拐角处发现一具女尸，死者年约18、19岁，长发过肩，下身赤裸，脖子上被一条女士白色内裤紧紧勒住，以致舌头外翻，七窍流血。尸体的旁边还放着一件绿色女士长裤。警方立即对现场进行封锁，并仔细搜查，在那条绿色长裤里翻出了几枚硬币，在7楼的楼梯口捡到一把雨伞，在楼阶上发现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的红色收音机，塑料袋旁边摆着一双红色高跟鞋。除此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线索。随后的尸检显示，死者的死亡时间是案发当日上午9点30至10点30分之间，死因为机械性窒息，尸体未被移动过。案发现场即就是案发第一现场。另外，在女尸下身检测出男性精液残留。根据这些情况，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奸杀案。很快，死者的身份被确认：黄洁云，时年19岁，是大角嘴福全街的一间手套厂的女工，与父母同住在新镇地街。案发当日，黄洁云身患重感冒，本应该在家休息，但由于工厂有一批急活，最后她还是像往常一样早上8点40分出门前往工厂上班。她出门后，黄氏夫妇十分担心她的身体状况。中午时分，于是打了个电话给手套厂，想让黄洁云下午早点下班。没想到手套厂却说她一直就没来上班。见情况有些不对劲，黄氏夫妇决定报警求助。警方一看黄氏夫妇提供的女儿照片，这不就是早上发现的那具无名女尸吗？忙带着他们夫妻俩前去认尸。经辨认确认，无名女尸就是黄洁云。黄洁云死亡时间正好是上下班高峰时段，警方以为案发当时应该会有目击者，可是往往没想到走访询问了整个大厦，却无一个目击者。住户们均表示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和呼救声。见走访无果后，将调查着重放在了黄洁云人际关系上了。手套厂在黄宅西北方，星星大厦则在黄宅东南方。按理说，黄洁云从住所到工厂是无需经过星星大厦的，因为二者方向完全相反。案发当日，她为什么去到了星星大厦呢？警方对此有了2种推测，一种是遭人绑架，另一种是遭人诱骗。考虑到黄家家境一般，警方认为诱骗的可能性要大于绑架。而且当时黄洁云身有不适，再加上工作繁忙，能成功诱骗到她的只有跟她非常熟的人，警方推断系熟人所为。然而调查结果令警方颇为失望。黄洁云是个宅女，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下班后就回家，唯一的爱好就是听歌，没有关系很好的异性朋友，甚至连女性朋友都没有。侦查的方向到这里又断了。为了获得新的线索，警方决定再次勘察命案现场和复核尸检黄洁云。这一复查果然有了重大发现，警方在勒死黄洁云的那条内裤上套取到8枚清晰的指纹，它们分别是右手5只手指、左手拇指、食指以及小指。若是少了左右手的拇指或者小指，很可能是勒拉的手法不同造成的，尚且说得过去，但少了中指和无名指就显得非常奇怪。这不但不符合正常勒拉习惯，还很难使不上劲。警方推测凶手很可能是只有8根手指，左手缺失了中指和无名指。因为推测是熟人作案，掌握这条重要线索后，警方立刻盘查与黄家接触甚密的人员，很快锁定了租住在黄家的房客罗荣福。时年25岁的罗荣福是一名洗衣粉推销员，之前曾在五金厂做过学徒。在一次失误中，他的左手被炸断了中指和无名指。后警方将从他租住房间提取到的指纹与那条内裤上套取到的指纹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完全一致。显然罗荣福有重大嫌疑，警方立马对他进行抓捕。不过此时的他早已潜逃了，既没再回黄家的租住地，也没有回大埔元州仔村的老家。万幸的是在出入境管理处并未发现他出境的记录，警方研判他应该还在香港。9月13日，警方公开对外通缉罗荣福，通缉令果然有效。当晚罗荣福迫于压力，主动打电话去了黄家。他在电话里说他并是凶手，并交代了案发当日所见所闻。他称那天早上从外面回到住所时，在路上黄洁云被3、4个人带走了，他有些担心跟了上去，但到了星星大厦后，他将他们跟丢了。他怀疑他们在楼梯上，于是沿着楼梯间一路寻找，最后在7楼的转角处看到了黄洁云。当时的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想解开勒住他的内裤查看，这时突然听到有脚步声走近，他害怕别人误会是他是凶手，因此赶紧逃离了现场。黄家对于他的辩解无从辨认真伪，建议他去警署向警方澄清。罗荣福在电话里满口答应了，但却迟迟未去警署投案。3天后，警方终于找到了他。
但此时的他早已死去多时。1975年9月16日下午4点，警方接到报警称，在油麻地德昌里18号3楼的后楼梯间发现一具上吊男尸，看模样很像前几天被通缉的罗荣福。获报后，警方立刻赶赴现场，经查那具男尸果然就是罗荣福。当时的他吊死在楼梯间的窗框上，脚底下垫着一个梳妆台，地上留有一封遗书。遗书内容大意说，罗荣福与黄洁云彼此相爱，但遭到黄氏夫妇的强烈反对，因此两人决定殉情自杀。警方对于罗荣福的殉情自杀之说自是不信，黄洁云明显属于奸杀，何来殉情一说？但由于罗荣福已死，警方只好以他畏罪自杀结了案。